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外媒称中国最高外交官在欧洲大显身手。上一周，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应邀赴俄罗斯以及欧洲访问，展示出了相当丰硕的外交成果，得到了外电的高度的评价。在法国，我们的这位负责人表示中国愿意尽快的恢复与法国在民用核能、航空航天、卫生、农业、旅游、文化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的战略、金融对话和文化交流，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外交负责人抵达的当天，法国也取消了对中国游客的入境限制，不再需要出具核酸证明。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意味着中欧之间的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这种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美英昂萨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百年未有之变局对欧洲同样也是存在的。传统上，欧洲的政治历来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虽然有不少的欧洲政治家希望能够把欧洲人团结起来，但是却一直没能成功。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英国在欧洲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极不光彩。在美国崛起之前，英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就是想方设法地阻止欧洲的联合与团结。英国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干预欧洲。当欧洲出现了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时候，英国就想方设法把他打垮。今天的大英帝国已经是落日黄昏了。一方面是英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很严重，有色人种在英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严重的撕裂了英国的国家认知。另外，英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在欧洲几乎是首屈一指。曾经大名鼎鼎的英国工业巨头们，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美国虽然也用多种手段干涉和操纵欧洲的政治，但毕竟远隔大西洋，而且在政治操纵的手法上要比英国政客们生硬得多。而英国政客的水平也比自己的那些前辈们差太远了。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组织的脱离欧盟的活动，就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败笔。这就意味着欧洲几百年来第一次有机会摆脱英国的干预，建立一个属于欧陆人自己的欧洲，在对外关系上也会有更多的自主性。其实美国也早就认识到英国不太可能发挥更大的战略作用了。美国希望德国能够替代英国，在欧洲贯彻美国的意志。但是德国和美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这个想法很难实现。法国同样长期寻求欧洲的自主性，从戴高乐时代就开始了。法国政治家们也非常愿意放下历史的恩怨，团结周边的欧洲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欧洲共同体乃至欧盟的建立以及欧元的发行都离不开法国。对欧陆国家的团结，尤其是离不开法国和德国的战略和解。法国如此追求战略自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的功劳。2021年，美国和英国怂恿澳大利亚悍然撕毁了从法国进口潜艇的合同。2022年，美国政府还发布了减缓通胀的法案，试图用补贴等方式把欧洲的制造业企业吸引到美国去。这两点让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备受打击。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从来不会把法兰西当兄弟的。从欧盟、欧元等架构的建立来看，在欧洲大陆上，只要法国和德国达成了共识，那么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就可以向前推进。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同样也体现出这样的规律。中国和欧洲，包括法国以及德国，在产业上是存在一些竞争关系，但总的来说还是互补大于冲突，合作大于竞争。中国无论是和法国还是德国以及意大利都没有什么战略冲突，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供应链安全这些问题上有相当多的共同利益。虽然欧洲政治家在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出了一些刺耳的言论，但是深究起来可以发现，这主要都是美国人所挑起和煽动的。目前欧洲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当然就是如何解决乌克兰冲突。站在欧洲的立场上，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大的俄罗斯能源输入国，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一定要推翻俄罗斯政府，他们更关心早点结束这场战争，让欧洲恢复和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法、德、意有着共同的立场。所以
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在欧洲开展活动，促成中欧贸易的恢复以及中欧人员往来的正常化，受到了欧洲政治家们的欢迎。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